欢迎你来到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姐妹们，有没有发现日本女人的大衣总是特别舒服？她们不需要多鲜艳的颜色，也不需要昂贵的名牌，只是一件简单的大衣，那种干净、分寸感，越看越耐看。今天一彩就和你一起看看，为什么同样是穿大衣，日本女人却能穿出高级感。说真的，日本女人的大衣看起来好像都差不多，驼色、灰色、米白，长度过膝，线条简洁，没有太多装饰，可就是这样的平淡，让人越看越舒服。我曾经在东京银座街头观察过一整个下午，那些上了年纪的日本女性穿衣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，不刻意。你会发现她们很少穿印花，少见夸张剪裁，却人人都显得干净有型。她们特别注重3件事：一是比例的和谐，她们不会让衣服抢戏，而是让每一处都刚刚好。大衣不会太长，腰线略高一点，整个人看起来轻盈有精神。二是留白的和谐，日本女人很懂得适可而止，她们的穿搭没有多余的颜色，也没有夸张的层次，一条围巾，一个包包就足够。衣服留白，人就会发光。三是质感的和谐，大衣的价值不在价格，而在触感，摸起来要柔顺，有垂感，看起来要干净，没有多余皱糖。有一种特别经典的搭法，同色不同材质，比如驼色羊毛大衣加米驼色针织加卡其围巾，这样看似简单，其实藏着层次。女人的高级不是靠装饰，而是靠节制。太亮的红会显得急，太满的搭配会显得重，唯有懂得留白，才能显出那份自持的美。所以你会发现，日本女人穿的大衣没有任何多余的线条，没有刺眼的颜色，却能让人一眼觉得真有品。同样是一件大衣，最能拉开气质差距的，其实不是价格，不是颜色，而是比例。很多女人穿大衣显胖、显矮、显笨重，都不是因为她不瘦，而是因为她的重心放错了。日本女人的大衣几乎都有一个小心机，腰线高一点点。她们知道，只要腰线往上提，整个人瞬间显高5公分，气质提升一个档次。比如这幅图，左边的重心太低，看起来整个人被往下压，而右边的那位即使身材普通，整体比例却立刻被拉长，从被衣服包裹的人变成驾驭衣服的人。这就是会穿与不会穿的分界线。日本女人在细节上非常聪明，她们不只靠腰带来制造腰线，还会利用纽扣与口袋的位置来微调比例。口袋越低，人越下沉；口袋高一点，整个人自然就显高显瘦。这就是所谓的重心视觉法。还要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大衣的长度决定你是精致女人还是拖地阿姨。很多人为了显气场，故意买长款到脚踝的大衣，结果一穿就像被大衣吞掉。日本女人绝不这样，她们会让大衣的长度刚好过膝，不到脚踝，露出一点点小腿线条。像图中左边那位膝盖以下5公分的长度，非常适合小腿纤细的女人，优雅又干净。右边那位大衣更长，刚好遮住小腿最粗的位置。对于小腿稍有肌肉或年龄线条的女性，就是最温柔的修饰。大衣的长度不是越长越时髦，而是刚好能留一口气。说到这里，我想提醒大家，中年女人最怕的穿搭错误就是全包式，从脖子包到脚踝，全身没有一丝留白，那样再贵的大衣都显得厚重。日本女人的秘诀是在厚重中留一点呼吸，她们懂得露出一点脚踝，或用靴子的短靴口制造轻盈感。图中左边那位靴子与大衣连成一体，看起来短又笨，
右边那位留出一点脚踝线条，整体立刻轻盈，显高显瘦。这个1指宽的留白就是日本女人的秘密武器。所以说啊，日本女人的大衣没有神奇的设计，她们只是在比例上花了心思。她们懂得用一个腰线、一段留白、一点长短，把自己穿得刚刚好。这就是高级感的根本，不是多，而是刚好。如果说版型决定一个女人的身形比例，那颜色决定的就是她给世界的第一印象。很多人穿大衣时总想着要亮一点、时髦一点，结果反而让自己显老、显浮、显乱。日本女人恰恰相反，她们的大衣永远是低饱和的、安静的、干净的。我在日本街头观察过，最常见的大衣颜色不是红，不是绿，不是黑，而是米色、驼色、灰色、藏蓝。这4种颜色就像4个性格，米色温柔，像清晨的阳光；驼色稳重，有生活质感；灰色理性，知性不造作；藏蓝安静，有内敛的力量。日本女人非常懂得颜色的克制，她们知道真正的高级是色彩之间的呼吸感，她们不会用颜色去抢镜头，而是让每一个颜色都互相退一步。你仔细看她们的穿搭，大多都是一身同色系，米色搭浅卡其，灰色搭银白，藏蓝配牛仔蓝。同一色调下的明暗差就能穿出层次与深度。很多中年女人穿大衣容易显脏或显老，其实不是肤色问题，而是颜色太亮或太硬。例如，亮色容易让肤色偏黄的人看起来暗沉，但如果换成灰驼色或米驼色，整个人反而提亮了肤色。日本女人有个穿搭秘诀，全身颜色不超过3种。第一色，主色，就是大衣的颜色；第二色，辅色作为内搭；第三色，点睛色，就是鞋、包或围巾的颜色。她们最擅长的是颜色呼应，比如大衣是灰的，包包就选银灰或浅白，鞋子再呼应内搭的深灰，整体就非常和谐。中年女人穿衣不怕单调，就怕乱。单调会显干净，干净就是高级。太多颜色反而会让人注意到衣服，而不是穿衣的人。我们要的是让人看到衣服时，第一句话是它好舒服。除了颜色，日本女人更在意面料，质地比款式更能体现生活品味，所以她们的衣服大多是哑光羊毛，细致呢料，软挺的亚麻混纺。这些材质不一定贵，但穿上身会自然垂坠，整个人看起来柔和又立体。相反，太亮、太僵的布料会让衣服显得廉价，也让气质变硬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女人穿大衣的时候，明明上半身好看，一到下半身就垮了，腿看起来短，重心往下掉，整个人瞬间失去了高级感。其实问题往往不在大衣，而在鞋子与裤型的比例错了。日本女人穿大衣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，她们懂得松紧之间的平衡，上宽下收，上重下轻，这样才有呼吸。很多人冬天一冷就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，厚大衣、紧身裤、长靴，整个人像被封印起来。日本女人也怕冷，但她们知道全包不等于保暖，也绝对不等于好看。她们会用一点露来换取轻盈。脚踝是女人最纤细的地方，露一点点就能立刻让整个人看起来轻盈。尤其是中长大衣，如果下摆刚好盖到小腿中段，那么露出脚踝这一寸，视觉上就能减重不少。大衣搭裤子最忌紧，紧身裤会破坏整体比例，让大衣的垂感消失。所以日本女人更喜欢直筒裤、微阔腿裤、9分裤。
这种宽松裤型会在大衣的下摆形成自然的延伸，让整个人看起来轻顺飘，再加上9分长度，留出脚踝那一点点距离，就像画里的留白，让气质呼吸了。鞋子与裤子的同色延伸是日本女人非常擅长的小技巧，她们会用鞋子与裤子同色的方式把腿部线条延长，比如黑裤配黑靴，米裙配米靴，灰裙配灰袜，这样不仅显高，还能让整体更协调，避免切割感。日本女人穿鞋还有一个很微妙的细节，她们会在包与鞋之间做呼应，比如穿灰大衣配黑靴，手上就会拎一个黑包；穿米色大衣配棕靴，包的颜色也会是焦糖或奶茶色。这种呼应让人看起来特别干净，不需要昂贵的单品，但每一步走出来都像是经过精心设计。真正的高级不在大衣本身，而在穿出层次与呼吸感。很多人一穿大衣就板着，整体僵硬，像一块厚布围在身上。但日本女人穿大衣时，总是有一种松弛却立体的感觉。你会觉得她们的衣服会呼吸，风一吹，衣角轻轻动，人也跟着灵起来了。日本女人最擅长的搭配哲学是外松内紧，外面的宽松让大衣有线条有空气，里面的合身则保持身形比例。这样的穿法能让整个人看起来轻盈又有精神。举个例子，他们会在宽松的大衣里搭配一件贴身针织或窄裙，这样外松内收的结构就像音乐里的节奏，松中带紧，刚中带柔。很多中年女性怕显胖，于是大衣里也选宽松毛衣、宽裤，结果整个人就糊掉了。其实只要把握外松内紧，不仅显瘦，还能显精神。有时候不是你胖，是你的衣服没给身体留出呼吸的节奏。日本女人很喜欢用长短层次，她们不会让所有单品都齐平，而是让衣飞、内衬、裤脚之间有高度差。例如，大衣略短于内搭3至5公分，内衬边微微露出一点，或是大衣下配9分裤加短靴，露出一段脚踝线，这种层次让整体视觉更灵动。这样的层次呼吸感其实是视觉的节奏感，就像说话一样，该停顿时停顿，该强调时强调，穿搭的节奏也是这样被说出来的。你可能注意过，日本女人虽然颜色不多，但看起来永远不单调。为什么？因为她们善用同色异材质，例如驼色大衣搭羊毛针织、皮革包，虽然都是驼色调，但因为质感不同，光泽层次就出来了。这种质感叠搭让整体看起来柔和又立体，而这就是日本女人会穿的高明之处。所以你会发现她们穿的大衣从来不死板，走起路来衣角有风，坐下时层次依旧在，那是一种不刻意的自然，就像岁月对他们说的话，不急不躁，自然成诗。很多人以为高级感是衣服的事，但事实上，真正决定气质的往往是那些小细节。日本女人穿大衣之所以让人觉得优雅、自然、干净，是因为她们对细节的掌控准、稳、不多。日本女人的大衣领口几乎不会太大，她们知道大翻领虽然时髦，但容易显脸大压比例。相反，小领或立领更干净，线条往上收就能把气质提起来。日本女人很少把大衣敞着乱披，她们会稍微系起腰带，但不勒。那一条轻轻打结的腰带就像画龙点睛的一笔，让整件大衣多了结构感。腰带收一点就能塑造曲线，松一点就能保留松弛。日本女人也很少背软塌塌的包，她们喜欢有型的包，因为线条挺，
会让人看起来更干净利落。包包在整体穿搭中其实是支撑气场的角色，一个方形硬挺包能让整个造型变得有重心、有力量。日本女人的配饰几乎都很轻，不是夸张的大项链，而是一对珍珠耳环，一枚简约戒指。她们不让饰品抢风头，而是让它成为气质的光。就像那句话说的，真正的光不在饰品上，而在眼神里。最后一个细节也是最被忽略的，姿态。同样一件大衣，一个人驼背低头，另一个人抬头挺胸，气场完全不同。日本女人懂得用姿态穿衣，她们走路慢，步伐稳，肩背挺，整个人自然散发出一种内敛的自信。所以说，高级感不一定需要昂贵，但一定需要讲究。讲究一点领口的线条，讲究一点腰线的高度，讲究一个包的挺度，讲究一种温柔的姿态。那种讲究不是刻意，而是一种对生活的尊重。当你开始在细节里爱自己，整个人就会变得温柔而有力量。你知道吗？日本女人穿大衣之所以让人印象深刻，并不是因为她们更会打扮，而是她们穿出了生活的态度。她们的每一件大衣都像是一种人生的延伸，简单、干净、低调、克制，却又柔和、有力量。我记得有一次在京都的一家咖啡馆门口，看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日本女士，她穿着一件旧旧的灰蓝大衣，袖口有些磨损，却干净整洁，脚上是一双皮质短靴，靴面打着淡淡的光。她坐在窗边喝着咖啡，静静地看书，阳光落在她的脸上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什么叫做岁月静好，不靠修饰。那件大衣也许穿了10年，那杯咖啡也许只是日常，可那一份安静与自持是无法模仿的高级。因为真正的高级不是花钱堆出来的，而是日子沉淀出来的。日本女人的大衣哲学其实就是一种人生哲学，她们教会我们，衣服不只是衣服，它是你与世界对话的方式。当你学会不为别人打扮，而是为自己打理；当你不再追着流行跑，而是知道什么最适合自己；当你能穿着一件旧大衣，也依然走得从容自信，那一刻，你就已经变高级了。我们这一生都会穿过很多衣服，但最难得的是穿出自己的味道。那种味道是岁月留下的温度，是懂得留白的智慧，是内心平静后的笃定与柔软。所以下次你在选大衣时，不妨问问自己，我想穿给谁看？我想成为什么样的女人？当一个女人不再急着证明什么，不再依赖外在的装饰去取悦世界，她就会变得特别美。那时候她穿什么都高级。大衣不是一件衣服，而是一种姿态。当你懂得如何温柔地与自己相处，你就会发现岁月并不可怕，它只是教会我们怎么穿得安静，活得漂亮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